你想要打造一个最自然的方式，就是把相机当成是你一个好朋友去跟他讲话。问题又来了，我没有朋友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又做不到，这是真的啊。好了，大家来跟他当朋友好不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是我们的小 P 观察室啊，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对于我的近况，或者是一些主题是我想讲的啊，包括自我成长的内容。在我旁边呢是 Ruby。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我是摄影师。摄影师怎么坐在里面？因为刚刚小 P 已经介绍完这个系列，事不宜迟，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先来跟小 P 分享一个新闻，跟今天要讲的主题有关系。这个新闻标题是一开口就白眼，3星座不懂说话艺术，第一名打从心底瞧不起人。聊星座可以吧？可以聊星座啊，可是我不太懂啊。这个新闻就是列出了前3名讲话比较口无遮拦，就是让大家比较不喜欢的星座。第3名是牡羊座，因为牡羊座性格直爽，有话藏不住，所以对于说好话的天分不高，就更容易得罪人。第2名是狮子座，就是我本人。他说的是狮子座享受拥有权力的感觉，喜欢一手独揽大权，但可能有些狮子座本身能力不足，所以他遇到有人想要挑战或是质疑他们的权威的时候，他们就会瞬间恼羞，然后就会喷出比较难听一点的话。就是你会恼羞？我以前会，但是真的随着年纪跟经历的增长就不会。对，就比较可以控制。以前就真的是会瞬间喷出一些比较难听的话。第1名是处女座，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我很棒啊。什么你很棒啊？什么意思？我知道我很棒啊。不是，第1名是会口无遮拦的星座是第1名对啊，处女座，这很好啊。他其实讲的也是好的。他说处女座是因为太过追求完美，所以比较容易嫌弃嘛。就如果你没有做好，就比较容易嫌弃，然后就会对别人口出恶言，甚至表现出瞧不起别人的态度。但他说这样会搞得自己人缘很差，也会害自己经营的形象受损。就权重啊，就是我这个人啊。刚好是这样子而已，跟星座没关系。观众不知道，就是小 P 就是不信星座的，对啊，迷信完全不信啊。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星座。虽然小 P 不信星座，但是我觉得上面讲的排行，因为我是第2名，是第1名嘛。对。但我觉得他讲到其实都蛮准的。刚好而已吧。不是，我说就是对于我们两个，对我们两个哈，对我们两个啦，不一定每个狮子座跟处女座都是准的。讲完这个，大家应该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议题就是说话的艺术。一开始我想要请小 P 先拿起你的手机，你先点开你自己的频道，就是小 P 的扑克世界。我要看什么浏览记录，看我的。你先打开你的频道，然后你滑到就是第一支影片。我直接看最早不可以？对，最早的。点开来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今天要来跟大家做什么？这是什么开头？不是，我还1.75倍这样，好羞涩哦。我想问你，就是你自己会觉得你刚刚看了就很明显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是差异的话，影片有，但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相机，它其实没有给你直接的压力、临场感。其实变化最大的，我觉得是与人之间的互动跟更多人的场景，那个压力跟变化才是需要练习。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表演跟这种状态，其实多少都会，但是你会越来越不受影响，都会紧张，但是比较可以控制这样。可是你刚开始在录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没有对相机有一点恐惧症吗？因为我很常看一些教人家沟通或者是表演。你想要打造一个最自然的方式，就是把相机当成是你一个好朋友去跟他讲话。问题又来了，我没有朋友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又做不到，我不知道跟一个我的好朋友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你不要一直笑，你一直很诚恳的讲这些段子，这是真的啊。对啊，你以前比较没有，现在也没有太多了，就我觉得慢慢会有了。好了，大家来跟他当朋友好不好？就是去华人看到他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就是希望可以听你自己讲你自己以前，因为毕竟你这1年就做了很多对于说话跟表演的努力。是。其实一开始就是想要让你先跟大家分享说，你觉得你自己以前是察觉到哪些不足的地方，还想说今年要来。其实我觉得察觉到这个点，重点是因为我的角色不一样，是一个领导人或者是一个公司负责人的时候，他有一些专业技术要学。然后我还记得我去年我真的问了 ChatGPT 说，一个领导人要有什么好的技术？真的，他告诉我说，好的沟通、人际关系、表演、领导能力，然后做决策，那其实都环绕在一个什么事情上面，就是沟通，包括演讲也是啊。演讲是里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刚好我去年又看了一个书，他就说，如果你要学一件事情，就直接挑你想要学这些技能里面共同最难的那件事情。公开演讲跟大型的演讲是所有人一辈子中最恐惧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说，哇，我如果学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我所有的技能，那它是很值得花时间跟投资的嘛。所以去年我答应了
的所有的邀约，不管是校园演讲或者是福人社的演讲，其实时间都很长。正常的这种公开演说，其实了不起都是5到10分钟。这很容易，重点是你要一个人在台上讲几个小时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更困难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我去年想要学，而且我觉得以我愿意踏出来做这一步，然后实际上的表现，我觉得非常好。但应该说就是你是意识到说你自己身份变不一样了吗？你是会有发现哪些事情？例如说，你会觉得你比较没有办法跟员工沟通，或是有哪一些事情是你特别觉得一定要改掉的吗？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人数没有这么多，所以沟通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到后面变成是我们请了主管之后就不用沟通了，因为主管会跟其他人沟通。但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状态，会让人家很有距离感。应该说我看重这件事情，我知道说我自己要想做这件事情才做得好，那我当然就要走一个正规的方式，不管是去看书、做改变，然后去上课。因为我觉得公司这件事情蛮明确的。但如果撇除公司，你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呢？我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帮助。我觉得我的拍摄内容其实好像都是单向的，但如果说只是单纯分享一个故事、扑克故事或一个手牌，需不需要这样的技能？我觉得有会很好，但是没有也不会差太多。我跟你讲，你讲完这些东西，我自己总归一句，我觉得卡内基课程对你的影响真的很大，因为你有发现你后来的这些行为都是你上完卡内基之后突然爆炸，就是做这些事情。它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所有事情你都要放开心胸去讲。我觉得我的人生做的东西都是别人不知道越好，你自己去处理，或者是你把你自己越包越多。当我自己走出去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你之前是不在乎这件事情，也可能也不知道。我就很想要引导到大家，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认真做这件事情，它的好处是什么？不是用逼迫别人做，而是希望用点燃人家说，我跟你做这个有什么好处？那你现在有实际执行在什么事情上面？我觉得很多我跟浩哥出去聊天，我跟很多人想要出去聊天。其实我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怪，因为以我以前的心态，我会觉得看这个超怪。我们会觉得很突然，你会觉得有点突然，就有点怪了。大家如果知道说，其实我不是有什么企图心，只是单纯想要引导大家走到一个更好的状态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家就会知道，小 P 现在做这件事情就很正常。只是因为我现在做第一步，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怪。就国外就很正常，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应该会以为是黑男吧？这来搭讪是？我会觉得外国人都很有自信，其实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变得不自信。这是本日金句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年去上了这个很重要的卡内基的课程，讲解一下你上了什么内容，学到了什么？卡内基我就上了2堂课，第一个是震撼力简报班，第二个是人际关系与沟通。那如果要说难度的话，我觉得简报会比较难，也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公开演说，或者是用简报的方式去表达的话，其实它对于每个人的进步幅度或者用途就比较少。但它很厉害的地方是，你要站在所有人的面前去表达自己，那其实是最难。大概8到10个，包括其他的工作人员跟学生，他会让你用一个录影的方式，或者是一个主题表达的方式讲一件事情。可以是念一些稿子，或者是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你想要做的简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一天有一个令我现在印象深刻，就是它有一个环节是要大家分享一个改变你一辈子的转捩点。第一个上去的是一个女生，然后她讲了故事之后，她哭了。我说，看这也太夸张了吧，讲到哭。然后我后来发现，每一个人都讲到哭。故事我都还记得，原因是因为当今天一个人讲故事，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去的时候，记忆点就很深刻。第一个是讲自己有忧郁症，第二个是他的姐姐有忧郁症，然后他陪他去看医生，第三个是他家里重男轻女，然后他不受尊重。其他人的故事我都不记得，这3个我会记得。这3个都哭了，都哭了。我自己讲的是有点激动，因为我讲的故事是我们公司的故事，然后就有点激励。其他人都是讲一些没有太多情绪的时候，记忆点没有这么深刻。可是这3个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画面跟那个状态。那我就知道如果我以后要讲一个，一定要讲到哭，就讲到哭啦，讲到很有情绪。那你觉得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会觉得它就是，虽然说这不完全一样，但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去跟諮商師聊天，觉得是一个很抒压的一件事情。那老师有点出你有哪些问题？它其实很好，它很特别的是，你先上台表演2到3分钟，它有一个 iPad 录影，你表演完下来之后，它会到一个隔壁的房间回放你刚刚在台上的动作，然后他会讲说你有什么优点，他会先让你知道你有很多优点，你要记得。你有什么优点？对，我的语气很稳重，我的姿态很有力，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我的第一个缺点我都还记得是我没有跟所有人的眼神互动，所以我记得回到公司的时候，我知道其他这些都不用变。我要做的就是每讲到每个段落的时候，我不能够只看这个地方，我要每个人都有一个眼神互动。那我们下一次你就改这一个，他这样的过程有6到8次，你一次就改一个点。当你下一次上台，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不会让你走，他还说这个地方我们重来，然后我要你继续讲你的话，要做到这件事情。那每个人的问题可能不一样，他不是要你做到100分，他要你做到500分，因为他知道你离开这个教室之后你会倒退回去，他所有的行为表现都很夸张。
所以它会让你觉得说，其实你做这件事情是不舒服的，因为它要你超过你预期应该有的效果。重点是它告诉你这是一个安全可以练习的地方。大家都做得到，大家都强迫自己要做，超级丢脸。那老师还有点出你其他什么？就我讲话的时候，我可以讲很多很深沉的话，可是我没有那种高低起伏。我说我要掩饰我的情绪，然后他说对啊，是啊，但是你来这个地方，你就是要练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就要我做一些很夸张、很话剧式的演技。他其实就是教你一个书本上的知识，重点在于他给你一个舞台让你去练。因为今天要跟你聊这卡内基的东西，但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去上这个课嘛，所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因为他不是有出一本书嘛，很多书，很多书，然后有查到一些新闻或相关资料。有些人就说卡内基他的核心理念是每个人都是只在乎自己的人。网络上的人会说冷血，这个人他只在乎自己，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观察他会在乎自己的什么，然后用这个点去跟他沟通。这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我觉得它有很多更广泛的内容，就是说，其实，在很多人的沟通上面，都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不知道要讲什么，只是因为双方没有学过这个技巧。有的时候，其实双方要学，双方如果都用对的技巧在沟通的话，他的那个沟通的情境、跟好感、跟互动都会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学之后，其实就我学是改善我自己。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你们看到我变这么多，那我跟你讲，你们好，你们才会想要去学嘛，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嘛。这个技能它没有对跟错跟邪恶不邪，只是坏人会把它拿去做坏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技能重不重要？我以前觉得不重要，因为我以前不需要这样的角色，我把我的牌打好就好了。而现在不是，我现在要跟所有人沟通，然后我要去跟厂商沟通。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所以我更应该把这个理念用一个正确的技巧分享出去。所以我会知道说，哇，这个东西我学很大的帮助，原因就是我把它用在对的地方，然后我知道我原本的方式是错的。可是这是很正常的，没有人天生就会任何事情，所以其实去那边每一个人都会更知道正确的方式会是怎么样。听你讲，你受卡内基很大的影响嘛，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觉得最受用的几点吗？大家可以自己尝试努力的一些，就你上课学到的东西。第一个，用买书的方式可以学到他的技能。然后，如果说要上课的话，我觉得以我上了这2堂课啦，我觉得对于一般大众来讲，沟通跟人际关系是最直接有帮助。我有这个技能，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没有这个技能，可能也可以过得下去。那就是看说学习这个技能是不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所以我想要。那上完课程之后，自己有没有觉得改变最大的地方？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而是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自己讲其实都是在自嗨嘛，就好像说可是没有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自己觉察到你自己有改变才是改变啊。我觉得有啊，但是真的要说上课的话，我觉得我反而比较喜欢团体课，我喜欢跟人家互动。1对1的老师他有点让人家太紧张。如果说我今天很明确已经到达一个很高级的程度，比如说我在健身，我健到后面我不会去上团体班，我要1对1，因为我知道这个老师能够对我1对1特别指导。但是我现在学的技能其实都蛮入门的。我觉得团体课有学生可以讨论，增加你学习的动力的时候，它会比较重要。所以我现在就会想要去学很多的团体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一个超大的改变你突然变得很喜欢团体活动。对，去年下半年突然变得很热爱团体活动这件事情。那之后小 P 战队会一起出去玩吗？会啊，其实因为他们挑了8到10个，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因为我只会训练精英，绝对不会接受乐。其实我蛮害怕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他们是8个最认真打扑克的人，就像我这种。什么意思啊？就像是我以前的样子啊。可是他既然都想要加入这个团队，是他就会有一个团队。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不希望他进来这个时候，他就想除了扑克，你不要跟我讲第2件事情。我是这样子的人，当然也可能大家不会像我这么认真。他刚说大家不会笑，听出来了，我听到，差点 miss 掉。就是如果说今天进来，他就小 P，你不要跟我讲自我成长，你不要跟我讲人际关系，你不要讲沟通，我就只要扑克。像我们的扑克的观众，可能有些就是你讲扑克以外的我都不想看，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以前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能够认同他。是啊，你现在觉得扑克是唯一，你就会觉得其他都不重要。可是我现在想要表达的是，你玩扑克，就算你没有这么好的成绩，可是你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它才是一个重点。扑克是一个游戏，它不是赚钱的工具，或者证明自己是一个技术玩家或是干嘛。没有，它本质就是你要玩得开心。我们一开始找的人，其实我会希望是一个，就算他的扑克成绩不好，或者是他没有很想学，可是他很乐于融在这个扑克的社群的时候，这个人对于这个团体的帮助，他不输那个8到10个核心成员，他可能会让这个团体更开心。结尾我觉得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关于频道转型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要转型有几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扑克玩家他只专注在学好扑克这件事情，可是他其他的方面都很糟。我看到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很糟是指什么意思？他的人生、他的生活，所有的事情都环绕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就是你所有的技能。
包括你会不会安排你的睡眠时间，你知不知道你每天吃了什么东西。很多事情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出生就会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可是实际上并不是，它都需要学习。那如果说你没有好的睡眠，你没有吃对的食物，你没有健身，你没有阅读的习惯，对于你的扑克生涯是一个直接的影响啊！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很多人说他没办法专心的在牌桌上打牌？那他觉得说啊，一定是打牌的时候不够认真，或是干嘛？可是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一个良好的自我成长、提升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其实是包含了很多事情。我会觉得说，我现在能够到这样的境界，其实不单纯只是扑克，而是环绕在其他细节。当我扑克学好，其他学得更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才是更整体的一个提升。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内容跟扑克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也会从我的角度来分享这一些事情，是对我有帮助，我认为对扑克玩家也有帮助，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或者是有什么主题你想要听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分享的一个细节。以上就是小 P 观察室第1集的内容。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记得要追踪按赞。我们下集再见，拜拜。拜拜。